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一首科举落榜生的愤世反诗，20年后被其亲手实现。几十万草军攻破东都洛阳，撕碎了大唐王朝最后的尊严。此时宦官篡权，藩镇割据，一个曾开创万国来朝的盛世帝国，其皇帝如今已如东汉谢帝般沦为军阀的傀儡。熹宗2度逃亡，昭宗3线藩篱。到了公元907年的6月，14岁的唐朝末代皇帝唐哀宗李洙向节度使朱温行禅让之礼，大唐300年国祚就此断绝。所以我们这次的游戏呢，也将从5代十国开始。大家好啊，今天我们来玩一下《神如王3》，因为它马上就出中国了啊，黑岩实在是等不及了，因此我们先来玩一下东方王朝的飞虎山剧本。此时是公元907年的6月，唐朝的末代皇帝李洙被朱温废除，华夏大地正式开启了5代十国的时代，而我们今天想要扮演的正是我们的唐朝亡国天子李洙。为了能够更好的游玩，我们打算给李洙增加一些传奇色彩啊。于是呢，我们也来一次魂穿，我们需要请一位能和他产生命运共鸣的人物啊。这个人呢，需要有皇室血脉啊，并且呢，能够在乱世中绝处逢生啊。没错啊，这个人呢，就是我们的大汉刘皇叔啊。我们打算让皇叔啊魂穿李洙，来帮助他完成复兴大唐的伟大使命。圣人云：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北借得到人马，借不到人马，都必将亲至。于是啊，在我们刘皇叔白帝城托孤之后啊，我们一睁眼呢，就来到了公元907年的世界。哎，这里我们刘备啊梳理一下我们宿主的记忆之后啊，得知我们是这个大唐的亡国天子李洙啊，现在大唐已经亡了啊，这个天下呢已经不知道被多少分了。这天下呢啊有4股主要势力啊，我们刘备啊根据他三国时期的记忆啊，把他们呢对号入座了一下。首先啊，这个大唐灭亡的直接原因就是这个梁朝的朱温啊，当年朱温啊还是这个皇朝与叛党的余孽啊，先帝因为其归降有功啊，赐名全忠啊，结果现在看来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而且呢，这个朱温啊干了很多见不得光的事儿啊。当年董太师啊不是焚烧洛阳迁都长安吗？他比董太师还狠啊，他直接啊把这个京兆尹所在的这个长安啊直接拆空。然后强行迁都洛阳，所以说被人称为是5代十国的董卓啊，并且呢，朱温为了巩固他的权力啊，已将整个李唐王室啊，除李洙爷以外的所有男丁全部斩杀啊。现在整个李氏家族的男丁成员啊，只剩下我们李洙一人啊。这样我们魂穿李洙的刘备啊，又想起了当年啊他在袁绍阵营的那句话：“备，何其故灵也！”看到这儿，那就有小伙伴要说了啊，不对呀，这个晋王李克用和这个齐王李茂贞，他们不都姓李吗？这都是李家族人，怎么就没有人援助我们大唐呢？那是因为啊，他们俩呢啊都是先帝唐僖宗赐姓的李啊，和这个梁朝的朱全忠啊是一个道理啊。其中啊李克用呢啊原来是沙陀族的首领啊，姓朱邪啊，因为这个平叛有功啊，这个先帝呢啊赐其李姓啊，名为李克用。虽然说李克用经常跟朝廷对着干啊，但是呢，在我们这个5代十国的乱世啊，这个晋王李克用已经算是难得的大唐忠臣了啊。当年呢，他还号召周围的诸侯共同讨伐叛贼朱温啊，很可惜失败了啊。因此呢，在我们刘备这儿啊，我们就把他啊认为是这个5代十国版的袁绍啊。他虽然没有朱温地盘大啊，但是呢，毕竟是沙陀族的首领啊，战斗力非常强啊，手下还有大量的亲兵啊。而这个齐王李茂贞呢，啊，原名宋文通啊，因为平叛有功，还是先帝唐僖宗啊赐名李茂贞啊，封其为凤翔节度使啊。因为这个凤翔和这个长安非常近啊，因此到了后期啊，李茂贞多次带兵围攻长安啊，逼迫这个唐朝皇帝给他加官进爵啊，最后封为了齐王啊。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唐僖宗封的这几个人的名字啊，对吧？这个茂贞啊，还有这个全忠。这个理想很美好，但是现实非常的讽刺啊。而这个蜀国的成立更加点中点啊。当年啊，李洙的父亲也就是唐昭宗啊，组织朝廷部队进攻割据蜀地的宦官势力啊，结果打到最后啊，王建啊直接一个人独立了啊，他宣布啊切除与朝廷的所有联系，自立为王啊，成为了成功版的钟会。也不失为刘备也。
于是呢，我们曾经极盛的大唐王朝就成了我们今天这个样子。不过我们刘备已经没时间感叹了因为我们刚刚越狱梁王朝还在追杀我们因此我们刘备呢乔装为冒险者，赶紧离开这片是非之地于是在公元907年7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大唐的亡国天子连夜带着他的10个姐姐从这个开封出逃，开始了他们的亡命之旅虽然说我们这些人呢都是帝王之后但是流落民间也得为五斗米折腰作为我们大唐的唯一一脉我们李柱呢为了养活这10个姐姐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开始在这个周围接一些运输的苦力活同时呢我们李柱尚未成年作为魂传而来的刘备自然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但眼下我们连生计都成问题所以说只能呢让我们的姐姐李心安暂代失职来教育我们一眨眼，随着旅途的进行，我们李柱已经成年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战术家，并且呢，由于复国心切他获得了一个鲁莽的特质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成年但是我们李柱尚且不能自保又如何复兴大唐呢因此呢我们决定先在山西当地隐姓埋名这个做一做这个任务，积攒实力，以待天时为了避免引人注目，我们索性改姓刘一直在晋国一带活动然后在一次偶然机会下，由于我们在当地任务中表现出色因此呢，我们结识了李克用。而后呢，我们就陆陆续续就接到了李克用的订单可以看到李克用的这个合同任务等级是3级给的奖励也高很多。所以说呢，我一边和这个李克用搞好关系一边呢赶紧壮大自己的实力。我们这个流浪团体呢，由以前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如今浪迹天涯，也不得不自力更生昔日的王子公主，如今呢也在晚上被迫拿起斧子砍柴取暖我们刘备见状之后也感叹当年昔日的繁华，如今就化作寒夜中的一缕烟火正当我们刘备还在感伤的时候突然间我们的一个姐姐李义昌拿着斧子就过来了跟我们说这个燃料快用完了现在没有柴火了怎么办？为了能够度过这个难关我们刘备决定将我们营帐中所有的旧桶和旧板枪箱全部拿来烧掉，来度过这个寒冷的夜晚在我们合理的处理这次危机之后我们刘备想起了当年这个龙潜时期知悉范蠡的经历因此呢获得了精明的特质。当年我们刘备20有8一事无成，空怀壮志，但最后仍能在西川建立基业如今我们李柱年方17，所以说仍大有可为所以我们刘备下定决心在这一世要完成他之前未经的事业。接着在旅行过程中，我们刘备听说在单于府有一人勇冠3军能在万军途中取上将首级，有颇之兵法我们打听之后发现此人叫野戏，是沙头族人这个军事能力和这个勇武都非常的高于是我们花重金将之招募至麾下。到了公元912年在我们旅行的过程中天下局势也发生了变化朱温挥军南下于黄州大败南吴王杨沃南吴覆灭淮南的大部分地区现在已落入反贼朱温的手中杨沃呢仅已身免。一眨眼到了公元913年在这段时间我们刘备一直在找合同做但是呢我们发现其他什么太守总管这些小人物的合同性价比根本就没有我们晋王李克用高所以说我们就一直蹲在太原等这个李克用的合同可以看到经过几次合作我们李克用对我们非常满意好感度达到了100，并且呢在我们在太原这段时间我们在街上发现了一个人才这个人呢叫行踪之前被人追杀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李柱拥有高勇武可以看到他对我们非常的钦佩愿意免费加入我们作为我们的贴身护卫非常的好要知道这个现在呢是这个战乱的时代这酒馆呢随便找一个人他们的这个费用都非常高高达这个100甚至200多所以说一个免费愿意追随我们的随从非常的重要，并且呢我们的行踪他是这个勇武20并且是军事24的奇才，而且拥有忠信的特质在未来呢相信对我们刘备的事业非常大的帮助。于是呢我们刘备在这个太原又获得了一员忠心耿耿的猛将。又过一段时间
这里我们在完成了上一次的任务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老主顾李克用这儿没有单了哪怕我们点开这个互动通过这儿请求互动的方式这个系统也提示我们说这个李克用已经没有合同了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李柱想了想可能是之前我们完成了这个上一个订单之后李克用给忘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提醒他对吧于是呢我们就开一场宴会就说是上一次这个庆功宴然后言外之意就是告诉李克用，你看我们这活都干完了你得想起来给我们下一个了然后在这个会议期间我们的新招的勇士行踪和我们的一个姐姐李德清还进行了切磋然后李德清还获得了励志的剑客，哇塞，这真是一段令人感人的故事在看到我们新招的勇士行踪给我们展示了他的精妙剑法之后我们的另一勇士野戏他也坐不住了也给我们露了一手他用一道本地美食给我们所有其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我们这新招的2位勇士这都是深藏不露是吧？于是呢在我们举办了一次成功的这个庆功宴之后我们获得了一个随机的渐冻加成2个新的合同一堆今日经验还有额外的补给于是在我们刘备这个完成了庆功宴之后呢在这个太原的李克用立马就听说了这件事知道我们刘备没活干了于是贴心的发布了下一个任务要打击腐败我们刘备一看这任务能给760块钱非常不错我们赶紧接受。一眨眼我们刘备已经魂穿异世界8年了这期间由于我们许久未曾打猎这个技艺呢已经生疏于是我们决定在这个晋国的首都举办一场这个狩猎活动当然了这个狩猎呢需要购买当地领主的许可不过我们跟李克用早是老相识了对吧这个晋王李克用一听我们要来打猎立刻直接亲自过来给我们颁发授权这就使得我们的成功率大大提升。于是我们借这次狩猎的机会和李克用一块聊一聊天下大事当今天下英雄为晋王您一人耳如今粮寇势如破竹逆贼朱温南下拿下江西吴越王钱镠等辈均已向其称臣粮寇一统天下之势已显您身为这个晋王这个中书令河东节度使肩负着复兴大唐的重任应当尽早出贼以正天下李克用听闻之后叹道说这个粮寇兵强马壮如之奈何我们刘备听闻之后立刻答曰公可拨我等一彪人马趁此时南方人心尚未归附我等南下联合南方诸侯共同抗贼南北夹击则大事成矣于是作为李克用的长期合作伙伴我们正式向他请求借我们一支部队南下联合南方诸侯共同讨伐朱温由于之前我们在和李克用合作的过程中表现出色李克用欠了我们一个人情我们他的一个牵制所以说在提供这个士兵支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这个选项来获得更多的优势。于是我们刘备带着晋王李克用寄给我们的1000多的人马南下去寻找新的机会在这个行军途中队伍在南下的路线上也发生了分歧此刻魂穿李柱的我们刘备这个身边呢没有谋士只有刚招募的3名勇士因此呢都是由我们的大姐李新安来担任我们的次官兼参谋于是我们刘备就找来我们的大姐商议我们大姐分析说呢现在这个南方诸侯虽多但是呢大多有归附之意况且逆贼朱温现已掌握长江天险我等就算南下恐也难以立足我们刘备闻言之后这想起了当年这个他在东汉的经历于是呢他决定迭代既有打法复制以往的成功经验于是呢提议说这个大姐可知这个当年昭烈帝刘备带兵入蜀继承大统汉高祖刘邦也是凭借蜀地成就帝业我等不如转进蜀地进攻反贼王建夺回西川重建大唐之后呢再投中原就算战事不顺也不失为刘备也。于是呢我们决定向四川进军此时这个蜀地的控制者已经不是王建了王建呢已经去世现在控制这个蜀地的是他的儿子王宗鹤这还是一个丛林追猎者擅长丛林作战这不巧了吗我们刘备把外号叫丛林破坏者跟他完全是相克的关系来人把这片树林给我砍掉然后这个进军路线我们也想好了我们打算这个大军呢从这个岐山的斜谷口进入蜀地
然后通过定军山间隔最后偷渡到成都给这个王宗鹤来一点小小的邓艾震撼。到了公元916年的4月26号，我们刘备一行人呢来到了岐山脚下。当他们路过五丈原时，发现此处有一座石碑，石碑上记录了一首我们唐代诗人写的诗句上面写着：拨乱扶为主，殷勤受托孤，雄才过管乐，妙策胜孙吴。凛凛出师表，堂堂八阵图，如公全胜德，应叹古今无。并且呢，在这下面还写着汉丞相诸葛亮逝世于此。我们刘备呢走到这个石碑面前潸然了一下众人不解，忙问缘由。我们刘备呢背过身表示，他只是因为刘备与诸葛亮的故事而感到惋惜。然后呢，他便命令部队加速前进。到了公元916年，陈臧城外金鼓震天，流亡的大唐天子李柱在城外集结了2000人马，命名为神策军他对将士们说：昔日大唐李胜率神策军收复长安今日我等虽无寸土，但大唐血脉仍未断绝，大丈夫建立功名，复兴社稷，就在今日。于是我们的2000人马就从这个岐山脚下斜谷进入蜀地，向南郑发起进攻。到了公元917年3月救援南郑的部队才姗姗来迟但他们救援的方向却出乎了我们所有人的意料他们打算从这个斜谷入蜀，断我们所有人的归路我们刘备见状之后对众人大呼：昔日项羽在巨鹿尚可破釜沉舟，所以今日之事，我等唯有死战若无退卿等可速斩我于是众将奋力向前。我们在顺正将王宗鹤的部队一分为二，并且向王宗鹤所带的8州第一军发起进攻。在这场兴州血战中，我们以仅阵亡20人的代价歼敌1200人，这是我们神策军的首场胜利也是我们刘备自魂川以来的首次战役在击败王宗鹤的主力部队之后，我们的大部队立刻掉头向王宗鹤被我们分割的后军发动进攻。我们神策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在成州大败蜀军，以0伤亡的代价歼敌1400人，并生擒其将领，也就是王宗鹤的枢密使邢圭但很可惜，这个邢圭呢并不是蜀国的重要角色因此对我们的战争的天平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本来呢我们想直接谈判要求蜀军放人的但是这个王宗鹤居然过河拆桥他直接免了邢圭的官并且表示他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不愿意花钱去赎他于是呢我们刘备就发挥了我们东汉魅魔的特点跟他说：我乃大唐天子王宗鹤背信弃义反叛朝廷此等不仁不义之人你为何要跟随他呢不如跟我一块儿匡复大唐，对吧于是呢这个高邢圭就愿意加入我军。到了公元918年这个时候我们还在围攻兴州地区但是部队的这个损耗呢也非常大此时我们的部队呢已经少了很多人，那怎么办呢于是我们刘备星夜呢返回了我们的大本营陈仓在这个城内呢我们来到这个城堡边上找到了旁边的这些汉人士兵跟他们说：我想招募享用，讨贼安民，只恨财力不足。于是呢我们这个部队就获得了补援然后陈臧城的士兵就通过神秘力量在几天之后追到了前线。拿下兴州之后呢，我们的部队继续南下到我们部队到达绵谷附近的时候我们又再次遭遇了蜀军但此时蜀军还没有发现我们因为他们正在防御来自梁朝郑绥赵岛使的进攻于是呢我们趁他们不备，直接连夜翻越加盟关向他们发起进攻。于是呢我们神策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了敌人的部队通过3场战役歼敌2000多人，而我们神策军呢只损失了不到20人这数据确实有点魔幻了。到了公元919年的1月9号我们接到一个不幸的噩耗，我们之前的长期合作伙伴晋王李克用不幸死于年迈，而继承他爵位呢是他的这个第6子李存勖而不是这个历史上的第4子李存勖。而在我们熟知的另一个世界线里呢这位李存勖就是继承了晋王李克用的爵位，灭掉梁朝成立后唐的开国君主不知道在我们这个世界线，这次他作为晋国的大都督又能否展现出他的军事天赋呢？结果在同一年
梁朝的朱温也死于年迈啊，享年66岁。这对曾经的死对头啊，如今以这样的形式啊离开了世界啊，令人唏嘘啊。而继承这个梁皇帝的这个位置的人呢，啊是他的这个二儿子朱友文啊。现在呢，啊我们这个5代十国的晋朝和梁朝啊，都迎来了他们的年轻一代。但实际上，这个朱友文是朱温的义子啊。历史上朱温呢，虽然想把皇位传给朱友文啊，但不幸呢啊被他的儿子知道了啊，于是他的亲生儿子直接发动政变啊，将朱温和朱友文全部诛杀。啊，不知道这次朱温义子朱友文的继位会不会给梁朝的未来埋下内战的伏笔啊？到了同年9月，由于我们的兵锋直指成都，王敦贺被迫率领的部队啊与我们在阆中决战。在此战中啊，我们的神策军依然勇猛无比啊，我们以25人的代价啊歼敌4000多人，并且在阵前生擒了王敦贺本人，结束这场长达3年的战争。于是，在公元919年的10月1号这一天，我们刘备成功再次入川，只不过这一次他不再是汉室宗亲，而是大唐天子。他在成都再次登基，并昭告天下，说朕乃大唐天子啊，今承太宗之灵，复社稷于西蜀。然逆贼朱温啊，蒙先帝厚恩，却屠戮宗室，弑君篡位，人神共愤之。今反我唐臣，当直戈北向，共清寰宇。那我们魂传李柱的刘备能否在蜀地占领脚跟，从而击败逆梁，复兴大唐呢？小伙伴不要忘了点赞关注一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